金本位要复活了吗？今天带您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美元，聊聊日元，聊聊人民币，再来看看美国真的可以笑到最后吗？其实我们常在视频当中告诉大家说，美国的国债它的一个规模有多么样的庞大哦。那可能大家觉得，哎呀，美国国债又如何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，它就算负再多的债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印钞票就好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，当他的国力没有像今天这么厉害的时候，当他被其他国家挑战的时候，当大家不甩他的时候，他印钞票没人要理的时候，他能笑到最后吗？我们就带你持续来观察美国国债到底能挺到什么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最新的数字，美国国债已经突破了35兆美元，那已经后面零多到我们不会算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它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的身上。他们来到了史上最高的负债，每一个美国人现在的肩膀上扛了10.4万美元的负债，那也就是说，大约是新台币342万。一个美国的小 baby 出生之后呢，他就负债那么多钱，所以现在美国人应该每个人都肩膀很重，很应该被按摩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看到了美国的国债这么多，那你就说那又如何？我们简单告诉大家，这么多的国债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那它在那个地方可能只是一个数字，但是每年美国政府要付出的利息非常非常的庞大，每年美国政府要光付出这些负债的利息，就足以养一支美国的军队。美国军队有多大？他们管全世界，你看他有多少预算？所以呢，美国光付这些利息，每年可以多养一支美国军队，耶，你就知道这个利息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状况有多严重了。所以呢，其实美国在升息的过程当中啊，它是越来越痛，因为它升息代表它要付出的利息就更多，它能付到什么时候？这就是现在看到美国撑不下去，它必须要降息的一个很重要没有说出来的秘密。那最近呢，有一个人站出来，他大力疾呼强势美元对美国非常不 OK， 那个人就是川普。虽然常常我们讲川普很疯癫，但是呢，你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一个精明的商人。他当过老板的，他曾经手中有一个大企业的，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。如果现在美国的一个财报数字，你摊在任何一个学过管理的，或者是他学过简单的数学、学过会计的，你不要告诉他那是美国政府，你告诉他说这是一家公司，他的财报是这样这样，每年收入这样，每年支出多少，每年负债，他会告诉你说，这样的一家公司要倒啦，倒闭，完蛋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烂公司？然后打开来看，哎呀，美国政府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川普精明的商人，一看就知道这不 OK 的，所以他马上说，强势美元对美国来讲是伤害，所以呢，他说应该要是弱势美元才对，要美元不能这么强势才对，所以呢，也印证了最近呢 IMF 这世界货币基金也讲，美国的财政非常令人忧心。所以呢，美国现在的国债其实严重的，只是呢，它现在很强大，所以它的问题可以通通转嫁到全世界身上。但我们就来看，你可以笑到什么时候？好，那当然呢，你看到了联准会说，哎呀，那要不要降息呢？最近呢，大家就觉得很妙了。通常川普不是说他希望弱势美元，那就要降息啊，但是他又讲了，现在要选举耶，所以联准会现在要不要降息的一个决定，好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政治意涵的一个表态。所以呢，联准会当然不想卷入这样一个政治的纷扰当中，他应该会非常谨慎、非常保守。最近呢，联准会就这样讲，我们一切就是看数据啊，因为现在的气氛呢，川普说，虽然我很希望你降息，但请你不要在选前降息，因为你选前降息等于是帮民主党竞选，我不想要你帮民主党竞选。那现在贺锦丽呢，当然就很希望联准会赶快降息喽，所以现在就觉得很奇妙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联准会说，
一切就看数据了哦，数据告诉我降息，我就降息；数据告诉我不要降息，我就不降息。哦，那一切都是数据，那是规矩，那就不关我鲍尔的事情了。联准会不想要被贴上一个左右选举的一个标签。好，那这是美国。那另外我们来看日本，日本呢，最近呢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啊，因为它呢非常鹰派，日央直接给你升息，升息加缩表。好，它现在呢要开始回收它的资金了哦。好，那它升息15个基点啊，来到了0.25%，然后呢，它这个缩减购债4000亿日元。那同时间呢，大家觉得到此为止吗？没有，日本央行告诉你，他说，大家都以为说0.5%，叫做升息的一个天花板。他说谁告诉你的？没有这回事，我们一切就看数据。感觉好像还有继续往上升的空间哦。好，于是乎你就看到了日元对美元呢，哇哦，已经来到了148、149了，瞬间升破了150哦。那当然呢，现在看到了这个美银说，可能会先看145，但是也有人说140都有可能。现在日元可能会持续的走强，我们可以来好好观察它一下了哦。那当然呢，你看到了日元在走强，在升息，然后看到了美元，联准会很可能要降息，美日之间利差一缩小之后呢，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啊？马上我们就来看。以前呢，在这个日本呢，他们都是一个零利率、负利率的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个不败的套利法则，就是我去借日元，借出来了之后，我去买一些高获利、高成长的资产，就是一个稳稳的套利的一个循环，就这么简单赚钱。那钱呢，就在各国之间、各个商品当中打转，然后赚了就赚了好多钱出来了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很简单，送分题，一点都不用花心思，套利交易。但是呢，当现在日本央行要升息了之后，这一套不能再用了，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近来很多美股啊开始被提款。那其实呢，背后都是因为这样的一套套利的交易呢，开始要重新做转换，那重新的要有另外一套的套利的一个这个交易作为出来了哦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呢，把他过去借的便宜的日元呢，开始回收了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像 NVIDIA， 像是美国一些这个高成长的一些科技股被提款，那很多它背后的资金都是来自于日本这些便宜的一些资金了哦。那当然，日央升息了，我钱要赶快收回来还钱啊。那还钱了之后呢，我要赶快找寻另外一套的套利交易。于是当日元不再那么便宜，日本央行还直接告诉你说我很可能还要升息的时候，大家把目光看向人民币，人民币是在降息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借了人民币，很多人讲说，人民币有外汇管制啊，那我借了人民币，我又不能投资美股，投资什么其他的市场很难办啊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日元非常便宜的时候，很多人借了日元，直接呢投资的是日本的相关商品。巴菲特就是这么做的啊。巴菲特呢，他借了便宜的日元之后，投资了是日本的5大商社的这些股票哦。那这些5大商社呢，它有非常稳定的利息的收入，所以大家就形容说，巴菲特做这件事情就是套利交易，借了便宜的日元，投资到了日本的商社，领他的一个利息，那叫做现金乳牛，一直榨汁，一直榨汁，钱一直掉下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现在聪明的资金要开始从这样的一套交易开始转换到人民币身上，所以接下来可能现在已经有人这么做，只是你还没有发现，先知这么做了哦。借了人民币，然后呢去买了人民币的资产。那你说不行啊，现在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泡沫了呀，没有人要买了呀。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哪个聪明的钱不是在低点进场呢？或许你现在进场之后，你就觉得它低还有更低，但是你去对比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资产，像是美国都涨了2、3倍的，像台湾房价涨非常高的，那像是在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蓬勃的地方，房价都已经垫得非常高。你去用基期的调整，很多聪明钱他的眼光是不仅仅是比同一个市场当中的商品，他会放眼全世界，用全世界各大这个商品来做比较的。所以呢，借了便宜的人民币之后呢，再投入到人民币的资产，人民币
在人民币的这个市场当中，现在的购买力是很强大的，因为中国在通缩当中。你在通缩的地方，你的货币的购买力是大的，因为你东西便宜；你在通膨的国家当中，你的货币的购买力是低的，因为你的东西一直在变贵。所以呢，现在聪明的钱会看到的是人民币的市场。所以呢，这个人民币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成为国际热钱的一个新宠儿，我们可以观察。但是呢，讲回来，我们讲到了美元，美元的一个难题就在于现在它的国债的一个水准非常非常的膨胀哦。所以呢，现在在美国呢，也有一些比较理智的人哦，他们站出来说，希望有一个2025年的计划，就是希望让金本位复活。大家知道金本位吧？就是有多少黄金，我才能印多少的货币啊。过去的美国是这样做的，但是呢，在取消了金本位之后，你看到现在的美国简直荒腔走板，我钱不够了我就印钞票，谁管你有多少黄金啊？反正我就是钞票一直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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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我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美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钱不够了，国债那么多了，这么简单，我全世界制造纷乱、制造战争，我就一直去怂恿人家打仗，然后你就来跟我买武器，我就要你交保护费给我，我就撑起我的国债来，一点都不怕。我再怎么缺钱，哎呀，简单打仗我就有钱了。所以美国呢，现在靠着它强大的武力跟国力，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哦。当然你会说它是全世界流氓吧？流氓，哎，是没错，但没办法，人家就强大呀。但是呢，它能强到什么时候？当它不再那么强的时候呢？哎，可能问题就会浮现了，因为大家不鸟它。好，无论如何讲回来，有人说要金本位复活，多少黄金印多少钞票，可以杜绝现在联准会乱印钞票的一个状况了哦。但是呢，现在的状况，美国现在最为迫切的事情就是它要通过降息，通过让它的利率也降低，让它的国债的利息不要付那么多，降低它负债的冲击。于是乎，美元应该会慢慢的开始贬值。当联准会开始降息，美元可能就不会再那么强了。不会那么强，你应该做什么样的投资呢？比特币是一个好选择，因为呢，很可能是未来总统的川普他已经讲了，美元如果贬值的话，美国政府要去大买比特币啊。因为呢，他说比特币，感觉是一个很好的资产，就给大家做参考咯。比特币资产亦或是黄金，很可能都是在美元贬值或者是降息的年代当中，可以帮你保值的资产哦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这是今天内容，希望你喜欢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